印第安的酋长洛语是一位善良与睿智的老者，年轻时也像飞鹰一样热血，曾经带领族人与白人对抗，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流血与牺牲。在目睹这一切以后，洛语选择小心谨慎地维护着和平。他不愿意飞鹰再重蹈覆辙，用武力对抗的结果只能给部落带来更大的灾难。但眼下部落的处境十分窘迫，石油公司已经获得了开采权，州政府又借着军方不断给他们施压，费沃斯上校抢了他们的马匹还不算，竟然还把他们的天花疫苗给扣留了。然而在官方并非没有人同情他们，比如之前咱们见过的圣丹尼斯的市长，还有眼前的这一位门罗上尉，他一直在为印第安部落的生存权多方努力。自从疫情爆发以来，他更是积极在部落里帮忙。当亚瑟眼见身染天花的孩子们危在旦夕，就主动提出要把那批疫苗给抢回来。但门罗却担心，如果此事处理不好，就会使事态变得恶化，到时印第安部落的处境就更不好了。亚瑟让门罗放心，他一定会小心行事的。门罗领着亚瑟来到一个高处等候，当运送疫苗的马车出现后，门罗让亚瑟把事情做得干净些，接着就转身离开了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亚瑟轻而易举地解决掉士兵，然后登上马车找到疫苗。等见了亚瑟带回来的疫苗，门罗高兴坏了，有了这些疫苗，部落的孩子就有救了。在这一天夜里，亚瑟看见了一只公鹿，它的姿态沉稳又神圣，仿佛是荒野的守护者。而在这之前，亚瑟所看见的都是郊狼，这代表着亚瑟从掠夺者到守护者的转变，他最后的人生也将要完成救赎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酋长洛语找到亚瑟，他请求亚瑟能陪同他去参加一个谈判。原来这个谈判是费沃斯上校提出的，这个费沃斯为人狡诈又诡计多端，都记不得被他欺骗多少次了。但为了部落的生存与前途，洛语还是准备去参加这个谈判。亚瑟本来无意介入别人的谈判，但在查尔斯的劝说下，还是答应了洛语的请求。于是三个人骑马来到会面地点，接着双方坐下开始谈判。费沃斯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一上来就指责洛语，说他固执己见，不肯接受政府的安排，是他在破坏和平条约。后来亚瑟因为身体不适，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休息。他无意间听见两个士兵的谈话，原来这次的谈判是费沃斯设的一个局，而这个局针对的人正是门罗上尉。费沃斯早就看不惯一直同情印第安的门罗，他想假借这次谈判激怒门罗，好给他加上一个叛国的罪名，然后把他送上绞刑架。得知了费沃斯的诡计，亚瑟立刻返回谈判桌。果然此时的谈判已经破裂，洛语随即起身告辞，而接下来门罗为印第安人所说的几句好话，顺理成章地被费沃斯指控为以下犯上通敌叛国的罪名。听到这里，亚瑟当机立断，抓住一个军官作为人质，然后把门罗给救了下来。接下来几个人合力突围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护送门罗安全来到火车站，就此告别了军人的生涯。门罗尚未有些失落，但是到如今也别无选择。亚瑟拿出一沓钞票递给门罗，并且嘱咐他一定要远走高飞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。门罗表示感谢，然后挥手告别。等送走门罗，亚瑟一转身看见一个修女，这个修女亚瑟之前曾经帮过他几次，而他的一些话使亚瑟内心发生改变。这个修女是亚瑟走上救赎之路的一个重要人物。见亚瑟咳嗽的厉害，修女连忙扶亚瑟坐下。接着亚瑟向修女坦然他已经身患绝症，所剩时日无多。他开始回想起从前所做的错事，他曾对自己的家人冷漠不理，也害过很多无辜的人。他还特别提到唐斯的一家，认为自己现在就是罪有应得，但面对死亡与未知，他感到恐惧。听到这里，修女说道 Life is full of pain, but there is also love and beauty. What am I gonna do now? Be grateful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ee your life clearly. Sure. Perhaps you could help somebody. Helping makes you really happy. I guess I'm afraid.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, Mr. Morgan. Take a gamble that love exists and do a loving act. All aboard! 修女的这些话让亚瑟感到很是安慰，他似乎也找到了心灵上的平安。于是他决定照修女所说，在自己仅剩的时日里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人。